连接阿威的2位保镖。开启进入武者搜索模式。李耀先生，确定我儿子李维的坐标，在搜索周围100里以内战神的位置。李维周围100里内无战神。搜索100里内的高级战将级。李耀先生，搜索战神可通过战神宫共享系统。搜索战将级及以下武者需要联盟的 S 级授权。混账！要！我代表 HR 联盟波莱纳斯家族给予 S 级授权，快搜！是。可能是信号问题，阿威不一定有事。记得和我们一起组过队的王通跟李看吗？他们就在003号城市活动，我去请他们帮忙查看现场。等我们的搜索结果出来了，就去那里会合。虽然我是出于正当防卫，但无法自证清白。一旦李卫家族的人动用卫星探查，就麻烦了。我得离现场越远越好。这个方向是003号城市，难道？抱歉，有点失态。我们也算老战友了，不用讲究这些。有什么结论？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你儿子已经被怪兽弄得肢体不全了，但其他3人的死都是人为，而且类似于精神念尸的手段。当然，不排除这是凶手精心布置现场的结果。我已经派人搜索过事发时100里以内的武者，有4个高级战将，21个中级战将，58个初级战将，还有426个战士级。可我不觉得有人能同时杀死4个战将级。李耀先生，已经有结果了。那虎牙小队的死者，致命伤和现场掉落的巨剑相吻合，他们之间有可能产生了内讧。那2名保镖是被一击毙命的，而李威少爷应该是在失去保护后被怪兽杀死。凶手可能就是先前暗算虎牙小队的人，可惜死无对证了。可他们又为什么会产生内讧？根据法医鉴定，他们死前都没有服用过致幻类药物，可排除内在的因素。外在因素可能是因为凶手挑唆或者自愿争夺而产生的背叛行为，这个疑点先放一边。关键是凶手怎么能接连杀死2名高级战将？第一种可能，凶手是战神级，但他隐藏了实力，导致评级较低。第二种，凶手是精神念尸，那么这人就可能是中级战将级以下的武者。不管是谁害死我儿子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把阿威死去的消息公布，让每一个武者都知道。我维尼娜·波莱纳斯悬赏1000亿韩夏币。1000亿！但凡有人知道凶手的消息，
钱就归他。我就不信这凶手没有亲人朋友。只要他跟别人说出这件事，再好的亲友在巨额悬赏面前，也难保不会告密。没错，就要让他整天活在被背叛的恐惧中。近日，有9名武者在003号城市接连丧生。据 HR 联盟方面透露，其中1名死者系波莱纳斯家族重要成员。HR 联盟江南基地市分部的成员已前往现场调查，初步调查结果为他杀。据推测，凶手极有可能是战神或者精神验尸。波莱纳斯家族的里奥夫妇已发布价值1000亿的悬赏令，搜集线索，接近 HR 联盟全球1年的总营收，为大涅槃时期以来的最高悬赏金额。咱刚回来，天价悬赏令就发了。不愧是波莱纳斯家族族长的亲妹妹，这些钱别说普通人家，战神级以下的武者一辈子都赚不到他的1/10。我都心动了。你组织线下会面，是为了天价悬赏？对啊，凶手来历肯定不简单，所以才要多找人手。那我走了。管东，1000亿啊！你有必要跟钱过不去吗？你什么时候跟虎牙小队一个德行了？那个少爷专挑天才武者下手，手上有好几桩人命官司，死了也是报应。要去你一个人去。1000亿 ，HR 联盟的影响力真够大，能将这则消息在韩夏电视台播出来。进入极限之家战神级武者论坛。你必须死在我手上！帖子又刷新了，没想到花这么多钱来悬赏我，哼，我都想举报我自己了。即便我没有亲自对李卫下手，李耀夫妇恐怕仍会将他的死归咎于我。眼下他们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线索，但是悬赏上交代了凶手是精神验尸的可能性，如果被队长他们看到，很难不联想到我。队长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队长，有事。罗峰，你什么时候回基地室？大家都回来了，准备去报告这次行动的成果，就等你呢。我也没事了，很快就回来。你单独行动，没碰到什么危险吧？没有。队长，你忘了，我有迅速脱离危险的能力。当然没忘。我只是担心，你的能力在墙外能自由施展，在墙内却遭人惦记。队长，你多保重。如果遇到麻烦，别忘了火锤小队有你的兄弟。
谢谢队长。也许我不该随便怀疑队长他们，但心里就是没办法摆脱1000亿悬赏带来的压力，不能胡思乱想了。罗峰，你回江南基地室了吗？今天一个人执行任务，心里闷得慌，所以你一个人在荒野区？我附近没什么怪兽，还算安全。不说我的事了，你最近在学校都好吗？目前在实验室做课题，多亏了上次去荒野区采集的病毒样本，带来了很多突破。如果将来我被指认为凶手，也许就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。可现在，我却感觉有种前所未有的平静。这下可以没有丝毫杂念地投入到练刀上了。9重雷到第3重，成了。领悟第3重，相当于有了2.8倍的爆发力量。现在就让你们领会一下。明早就回基地室吧。为了应对天价悬赏，从现在开始，需要规划好每一步行动。首先，关于李威的事，晶石念师的事，在003号城市里发生的一切，都不告诉任何人，包括爸妈和阿花。第二，去极限总会馆一趟。先将铁甲龙那里的武者装备交给武馆，方便家属认领遗物。接着，报告火锤小队的猎杀成果，更新个人资料，将自己官方认证的等级提升至初级战将级，并领取奖励金。若长期不更新个人信息，也容易招致怀疑。第三，用拿来的奖励金购买9重雷刀第4重秘籍，因为个人实力是决定悬赏威胁大小的重要因素。最后，决定龙蛋的去向。根据之前的信息，我在京都基地室找到了一家符合描述的研究机构，只是龙蛋太过招摇，直接交给他们容易暴露自己。我要设法通过黑市把龙蛋送到机构手中。难点在于如何与黑市商人进行交涉。看来又要出一趟远门了。整个韩夏国的政治中心，同时也是占地最大、居民最多的城市，果然气象不凡。
喂，小风，不好了，阿花他出事了。